大家好，欢迎收看《现代先学研究与科学训练法》第2集。上一集的修仙入门第一步，不知是否已经掌握了诀窍？后续的篇章，我们会更深入地探讨冥思功夫的科学依据和原理。今天，我们先来说说《性命法诀冥旨》里的传承故事。上一集我们知道千峰先天派祖师千峰老人得到了空祖师的传承，但关于了空祖师的事迹却不见于丹经史书，仅仅在《性命法诀冥旨》书中的序言中提到：了空师，北平人也，北平前门外天桥西仁寿寺内当家。嘉庆4年8月15日，得柳华阳仙师传授性命细功，诀破周身关窍。从书中描述可以了解到，了空祖师原本是一位佛教的出家人。北京仁寿寺在维基百科中说道，仁寿寺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仁寿路南口东侧、永安路北侧，是一座汉传佛教寺院，现已无存，甚为可惜。那么了空祖师的师承来自众所周知于明末清初创立的内丹丹法流派五柳派之始祖柳华阳祖师。柳华阳祖师幼年也喜好佛法，后来在皖水的双莲寺出家为僧。入佛门之后，才发觉佛法中仅有理论，只有修心的方法，却没有修身的实证功夫以及超凡入圣的法门。祖师为何有这样的感慨？首先来了解佛法的构成。我们用最简单的2分法，将佛教粗分为显宗与密宗。显宗相对应于道家的性命双修中修性的部分，而道家修命的实证功夫则在佛法的密宗里头。佛教密宗流派发源于印度，在唐玄宗开元年间传入汉传佛教中，主要以金刚界、胎藏界2部密法为主，称为2部纯密。唐朝之后，金刚界、胎藏界2部密法在中国失传，外传至日本。而另外一个密宗流派就是藏传密宗。藏密对于修命的实证方法有非常完整的系统，然而藏密的修持法门却始终没有外传至汉地，多半是密而不传。一直到1959年，西藏发生武装骚乱，而遭到中国军队镇压，8万多藏人追随达赖喇嘛背井离乡，踏上流亡之路，藏传密教才开始传遍西方和世界各地。了解这个历史背景，便可以知道当时刘祖师为何发出这样的感叹。因为在当时唐密早已经失传，藏密又还没流传至汉地，自然无从接触密法。后来柳华阳祖师在寺中每天五体投地的祈祷发愿，祈求上天赐予他修真的实证功夫，而佛菩萨也仿佛应允了他的祈祷。半年后遇到了龙门第8代宗师，也是著名道家祖师武冲虚的堂弟吴守虚道师，传给柳华阳全觉真法。吴守虚道师著有《天仙正理》《仙佛合宗》等书流传于世。因此在唐密已逝、藏密未知的年代，道家修真的功夫补足了当时汉传佛法中失落的一块，也是最重要的一块拼图。
因此，道家丹法成为了当时佛法慧命延续的重要推手。柳华阳与了空两位祖师的身份背景都是佛教僧人，因此对于佛法教理有深厚的根基。然后借由仙家丹法的训练，佛法的理论最终可以用丹道之法相互印证。吴崇虚在《仙佛合宗语录》自序中说道：仙宗果位了证长生，佛宗果位了证无生。然而了证无生尤以了证长生为始指，了证长生尤以了证无生为始终，所谓性命双修者也。用简单口语的描述，就是借由丹道的修炼来让自己长寿，再来追求无生的大彻大悟、大觉境界。因此，佛法的理论与仙家的实证是可以相辅相成的。而现代藏密密法的盛行，为仙学充实了更丰富的内涵。藏密密法能证入无生境界，而道家仙学能令人长命百岁，两者各有所长，各具特色。若能融通运用，对芸芸众生法身慧命是一大帮助。现在我们谈谈《楞严经》中的10种仙。这10种仙属于印度修行人利用特殊的锻炼法，让自己获得特殊的能力、特异功能，长生不死。以现代的说法，就是变成超人类。但《楞严经》说道，这样的修炼方法在佛法中是一种修行的偏执，无法达到完全觉醒的境界。从道家性命双修的观点来看，这10种印度仙人也是属于只修命不修性，此是修行第一病的类型。因此，印度的10种仙人和道家性命双修的神仙，虽然名词一样，但在本质上还是有所不同。在气脉的修炼方面，藏密着重于3脉7轮的训练，此点与西洋秘术、炼金术有雷同之处。而东方仙学则注重奇经8脉、大小周天、阳神出体的锻炼，对于3脉7轮的描述未曾见于道家古籍。而人体的能量体结构，不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种，大家都长得一样，同时拥有奇经8脉与3脉7轮。因此，全世界关于能量体、气脉修炼的理论，应该都可以相互融通。现在，让我们回到柳华阳祖师的故事。先前提到了一个看似普通，却极为重要，但轻易被忽略的一个重点。这个重点是什么呢？答案是祈祷。柳华阳祖师每日五体投地，祈求了半年，终于遇到了道家祖师传授仙诀。一个道家祖师，一位佛门僧人，这看似不可能，但又巧妙的机缘组合，难道真的只是数千万分之一的巧合？祈祷常见于西方宗教的习俗，西方也有相当多因祈祷而发生神迹的事件。例如，在墨西哥一间教堂拥有500年历史的圣母像，竟然在信众祈祷后流下眼泪，被当时的信众拍下。而这流泪的墨西哥圣母像画面吸引天主教会神迹调查者的兴趣，希望透过科学验证找出真相。那么祈祷为何有力量？除了值得我们去探讨研究外，更应该亲身去实验。
祈祷在东方现代社会也常见于民间信仰。民间习俗中，人们经常拜拜，祈求发财，祈求健康，祈求事业顺利。那么，祈祷是不是一门值得锻炼、不可忽视的功夫？祈祷的重点仍然在于专注一心，也就是我们第一集所谈到的入门。现在，我们来进行一个练习，请进入凝思状态，默想着你心目中的祖师、神仙、佛菩萨、上帝，然后向他们发出祈求，请赐予我勇气与智慧，去追求内在灵性的完全觉醒。每晚临睡前祈祷一次再入睡，持之以恒的每天祈祷，总有一天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最后用一首诗作为总结：33天天重天，白云里面有神仙。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坚。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有任何心得或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经验或疑问。点击下方订阅、按赞、分享，持续锁定关注微仙学修炼课程频道。谢谢您的收看，下集再相聚时，将见到已脱胎换骨的你。再会。